一旦与中国开战，美国空军还会主宰天空吗？美军的困境几乎无解。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几十年来，美国空军一直是美军在局部战场上获得胜利的关键力量。没有制空权的美军已经不太会打仗了。据印度国防新闻网站报道，近日五角大楼和美国国会议员为一个话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吵。美国空军在面对中国空军时，还能主宰天空吗？这个问题是由美国国会的众议员约翰·赖斯在众议院拨款国防小组委员会的预算听证会上提出的。他希望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和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将军给出答案。另一位众议员卡特表示，美国空军必须主宰领空，以保护其地面作战力量。随着美军开始缩减和淘汰现役空中作战平台，希望能够迅速走向未来。预计美国空军主战装备的缩减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卡特解释说，未来的能力可能不会很快就到来，无法弥合退役传统或现有平台所造成的差距。鉴于新平台到来的时间可能尚不清楚，这是否会带来重大风险呢？卡特尔和布朗都同意卡特的担忧，并明确表示，这么解释很现实，也理解中国威胁的严重性。肯德尔告诉小组委员会，中国花了30年的时间研究怎么可以打败美国，我们正在受到挑战，因此我们必须转向下一代。据说美国空军的第6代战斗机计划 NGAD 的进展非常迅速，部分原因是加速了采购程序和数字工程等新兴技术。第6代战斗机的演示机据说已经升空，然而何时能够量产并形成战斗力仍然不清楚。这凸显了卡特的观点，就算美国想转向新式作战能力，也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肯德尔则认为，一些关键变量将决定美国能否在与中国的潜在冲突中确立其空中优势。美国在第5代隐身战斗机方面拥有数量优势，因为美军现在已经列装了数百架 F-35， 其中就包括美国空军的大约300架。相比之下，中国的歼20战机才刚刚进入大批量生产。他认为中国空军现在面临着重大的数字赤字。然而，鉴于中国继续生产和升级其歼20战斗机机队的速度，这种潜在的优势确实是处于危险之中。其次，中国正在迅速的发展，推出新的第5代空中平台 FC-31战斗机。中国空军可能会大量的列装这种飞机，而不是仅仅用作航母舰载机。与此同时，美国空军已经通过其 F-35的现代化计划，旨在未来几十年内保持其优势。因此，对美军来讲，如何优化最佳的发展道路，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美国显然正在试图解决人们的担忧，这个担忧就是它将在短期和长期内保持其空中优势，面临着中国的挑战。让美国空军真正感到难受的有这么几点：第一，中国的隐身战机的机队数量将会急剧增加，而且歼20相比于 F-35还有质量优势。美军对能否保持空中优势，其信心正在逐渐丧失。第二，美国正在改装 F-35隐身战斗机，还在发展下一代的 NGAD 战斗机，但是对项目的进展显然没有信心。美国人可能很快会注意到，中国也在发展6代机，而且进度不会比美国慢。美国有可能面对在新一代战斗机装备时间点上也无法领先中国的情况。第三，美国空军现在还拥有庞大的老旧机群，能不能尽快的淘汰这些老旧飞机，也陷入了困境。如果淘汰数量太大，就会影响到美国空军现有的战斗力。一旦发生战事，面对中国空军时，甚至没有了数量优势。而如果他们不淘汰这些老飞机，又会导致美军没有那么多的钱来发展其新式作战力量。中美两国的军力较量，海军装备和空军装备是重点，而夺取制空权又是美军几十年来的作战基础。一旦中国空军打破了美军的制空权优势，那么美国的军事霸权恐怕也就到头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